这里是越南的下龙湾，值此2024年的第一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感谢这么多年来各位网友和粉丝的支持与陪伴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也力争多走几个国家，给大家拍摄更好的视频。这是河内老城的清晨，旅馆的斜对面吃个早餐。猜猜这是什么？感觉像是猪杂粥。这应该是猪杂粥吧。我今天订了一个下龙湾的一日游，8点半导游和车过来接了，非常舒适的大巴车。我这个是在网上订的，370。在车上，导游用英文介绍了一下行程。下龙湾在越南的下龙市，距离河内也有150多公里的距离，路途2个多小时，中间停了一个地方卖珍珠的。珍珠城的导购详细的介绍了一下珍珠的制作过程，不会强行购物，就当是休息和了解一下珍珠。其实以我个人的旅行习惯，我应该在下龙这个城市住1到2晚的。这是一个挺漂亮的海滨城市。下龙湾的一日游其实就是坐船游览海上仙境。我们的船是中午12点半的。这个就是下龙湾的码头，这是码头的一个游乐公园吧。前面这个小伙子就是导游，一路上都非常的热情周到。这是我们今天坐的船，我其实选的是价格最低的中式游船，但没想到这个船竟然这么好，不知道是不是免费升级了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买那个价格最便宜的船。船上一共有40-50人吧，大家基本自由组合坐在了餐桌上。船驶离了码头，感觉这个下龙市还挺美的，值得住一晚。港口和大海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游轮。上船后就开始在船上吃午餐了，没想到船上的午餐还挺丰盛，只是没好意思拍。我们这个一日游的行程包含了往返的交通、船票、午餐、下午茶和登岛的费用，也有免费的饮料，但是如果自己想单点就要付钱了。吃完饭，大家都到3楼的甲板上观赏风景和休息。我们这个导游很会调节气氛，在那儿唱歌。甲板上的环境还挺好的，体验一下在甲板的感觉。下龙湾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，这里是海上喀斯特地貌，世界自然遗产，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来这里。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海面上，矗立着几千座这样的小岛。我们中国人都把它称为海上桂林，其实更像是海上桂林加杭州千岛湖。这个游船会在海上航行5-6个小时，有3个地方可以登岛。看，都是这样的小岛，这些都是无人居住的小岛，或者可以称为海上的大石头。有些山头上建了一些庙宇。首先看到的这就是天堂岛，这里是可以上岛的，不过我们第一站不是这里，因为这里的游船非常多，基本上都是登3个岛，所以登岛的顺序也会根据游人的多少进行调整。我们现在下船上了第1个岛，这个地方叫 Amazing Cave， 国内把它翻译成惊讶洞。这个岛上有一个巨大的岩溶洞穴，洞口在半山腰上，可以看到海面，看下面都是游船。参观洞穴的游客非常多，大家都排着队一点一点的走。
这是一个在海中的小岛上的一个岩洞，感觉这个小岛山体都是空的，全是这样的洞，所以还是非常奇特的。可能在国内参观过太多的这种巨大的溶洞，进到里面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新鲜。但毕竟这里是矗立在海中的小岛上的里面的山洞，所以还是非常独特的。洞中的钟乳造型千奇百怪，但是没有怎么打灯，比较属于自然的状态。这个洞属于单向游览，大概要走2公里。如果中途累了，你也不能返回，因为出口在另一个方向，船也在另一个地方。在里面行走的难度不大，所以几乎所有游客都会进来参观。如果你完全不想走路，也可以留在船上，船会开到出口那里。现在走出了洞口，也是在半山上。这个惊讶洞就是在这个小岛的山里面。出了洞口，然后下山。游船在这个地方等候客人。在这个岛上停留了50分钟，基本都是顺着走。现在又回到了船上，开船前往下一站。今天的天气我觉得不是很理想，但是导游说你们已经很幸运了，前2天一直下雨。这里的海水还是比较绿的，虽然和泰国、菲律宾的海岛相比有点差距，但毕竟这些海岛离海岸线非常近，所以这个海水还是比较漂亮的。就这么密密麻麻的有几千座小岛，可以近距离的穿行在这些小岛之中。基本都是这么大的游船，一艘船几十甚至上百人。坐在游船的甲板上欣赏风景非常的舒服，尤其是冬季，这里不冷不热，20多度很舒服。但夏天这里应该比较热，能达到40度。前面到达了第2个上岸点，在这里我们要体验坐小船穿洞游览。坐小船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像这样的大船，可以坐10来个人，这些都是包含在旅游费用当中的。坐这个船就可以悠闲的游览，有个船工负责划船。也可以选择皮划艇，也是免费的。如果体力好，喜欢体验一下浪漫的皮划艇也不错。看玩皮划艇的感觉比例还蛮高的。皮划艇基本需要2个同伴一起配合，就是要穿过前面这个洞穴。看这个小姑娘划船的劲儿多大。穿过这个洞，真的感觉别有洞天。穿洞之后，来到了一片四面环山的海上天窗，这边有个猴山，还有不少猴子呢。在这个地方坐船游览大概也是40-50分钟，非常舒服。如果是2人同行，其实可以建议坐那个皮划艇，感觉划起来还是挺容易的。
好像有个国内团在唱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歌声震彻了山谷。看这些划皮划艇的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划皮划艇吗？感觉这个第二个行程坐船穿洞还挺有意思的。看，有这么多人选择了皮划艇，这就是皮划艇的小码头。感觉上下船很容易掉到水里。接下来继续坐船前往第3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最开始经过的天堂岛。这个天堂岛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叫法，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名字，发音有点像英文抖音的发音 TikTok 迪笃岛。一起看一下这个天堂岛，这个塑像就应该是那个俄罗斯人的塑像，感觉应该是他开发的吧。岛上有一片沙滩，也算是下龙湾众多海岛里的有特色的吧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，还有不少人直接躺在沙滩上休息。这个岛可以在沙滩上玩，也可以爬山，山上有个观景台。沙滩也不大，这个季节水有点凉，游泳的人也不多。不想游泳的话，建议爬个山，一共有420级台阶儿。其实爬起来也不算很累，有一些台阶稍微陡一点。半山腰也有观景台，也可以看到一部分景色。山顶是个八角亭，爬到上面可以看到很好的视野。在越南基本都是可以飞无人机的，这个天堂岛也可以飞，但是到了山顶人太多，也没有地方可以起降。不过山顶居高临下，整个下龙湾的景色也可以尽收眼底。山顶人多，拍照都比较困难，还能看到一点点落日余晖。整个海面上数不清的小岛和船只。在这个岛上也只能停留50分钟，匆忙在海滩上飞了一下无人机。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天色比较暗，可以看到这个天堂岛的全貌，一半沙滩，一半小山。What though the tempest loudly roars, I hear the trumpet liveth, and though the darkness round me close, songs in the night it giveth. 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拍摄，现在船上都亮起了灯，抓紧时间准时回到了船上。一般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船上欣赏日落了。然后船上也提供了丰富的下午茶和酒会。但今天天气一般，没有看到日落，但整个船上的氛围非常好。晚上的晚霞就是这样。
虽然我这个一日游是在国内的网站报名的，但基本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所以导游也是英文。不过不会英文也不用特别担心了，提前会了解整个行程。 Everybody, help me to stand up. Come here, take your drink, and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cheering by Vietnamese way, and we do it together. Okay? Yeah, help me take your drink. Why all 感受一下这种国际大家庭的氛围挺好的。 alcohol, make your vote. 一天的行程非常圆满，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